美人，乖乖跟了本公子，府里金山银海任你挑选。放开我！在这京城地界，本公子想要的人，你就是钻到地底下，也插翅难飞。刚穿越就遇到满级人渣，松手！你算什么东西？也配教本少爷做事？我不是教你，我是通知。废掉他！大胆狂徒，当街杀害尚书之子，给我拿下！别人穿越吃香喝辣，我吃牢饭。老烈，发配漠北镇北关，这辈子你就在吃沙子里度过吧。你的手铐。你们这所防君子，不防我。别喊，费嗓子。我若想走，你早已倒地。你不跑？外头灾荒遍地，跑出去喝西北风？去边关，包吃包住，编制内铁饭碗。你说我跑什么？你到底是什么怪物？一个被时代低估的倒霉蛋。别抖，锁歪了。镇北关十死无生，黄沙埋骨，这不明摆着让我们去送人头吗？死局未定，总有人能活着回来。强抢民女只是个幌子，居然在给漠北的白狼部递送边关布防图，这趟漠北行有意思。到了边关，那就是九死一生。赵烈，我看你细皮嫩肉的，交出点买路财，一路上让你好过点，不然我有100种方法让你死在半道上。张大人，您这算是变相索贿吧？不如关心关心您的阴阳账本。你胡说什么？你刚才喝水的时候，右手一直在抖，左手下意识捂着腰间那个达子。从京城出来，你一共清点了3次随从人数，每次看向西北方向，眼神里都是恐慌。这说明什么？说明你私吞了这次发往边关的2成军饷。你怕的不是流民，是边关那些没饭吃的兵油八子来半路劫你。别慌，把我放出来，配匹马，再来只烧鸡。遇到劫道的，我保你命。好，窦一壮士，我这就给您安排。双赢的买卖，张大人稳赚不亏。这大哥是去充军的，还是去视察工作的？有刺客，保护本关！本以为是地狱难度开局，没想到刚出新手村就刷野怪，老子的骨头都要生锈了。漠北的兄弟们，欢迎来到我的主场。步伐虚浮，下盘不稳，核心力量几乎为0，就这水平，在我们新兵连炊事班的猪都抓不到。动作太慢，破绽太多，你们这外包团队的业务能力不行啊！尾款是不打算要了吗？赵烈，你到底干嘛的？报告张总，以前在村里杀猪的，可能这些哥们儿长得比较像我的工作对象吧。滚开，滚开！冲撞了官差，要你们的命！孙爷，别往北走了，云州城破了，白狼部的骑兵打进来了，县太爷连夜骑着驴跑了，前面就是人间地狱啊！云州都没了，那镇北门还能保得住？我们这不是去充军，是去填坑啊！我不去了，我要回京城，让我回去坐牢，坐牢包吃书，去边关连全尸都留不下。左前方的山包有马粪，新鲜的，说明有大队骑兵经过。难民虽然慌乱，但身上的包袱还在，说明敌人便没有进行地毯式劫掠，而是为了快速穿插。白狼部的目标是想要切断镇北关的粮道。赵哥，你白天那身手，兄弟们都服。今晚子时趁着换防，咱们一起跑吧！你带头，大家奉你大哥。想死你就去，别拉着我。留下必死无疑啊！现在不跑，什么时候跑？2点钟方向，那个打哈欠的兵卒是装的，他手一直按在刀柄上。5点钟方向，辎重车下面藏着2把上好型的军用强弩。这帮押送兵虽然贪生怕死，但对付你们这些带着脚镣的犯人，就像打固定靶，瞎跑就是给他们送人头。老子偏要赌一把！好啊，怎么不跑了？
本官正愁这路上无聊，没点乐子看呢。把他吊在树上，吹一宿冷风，让其他人长长记性。赵兄弟，还是你是个明白人，只要你不闹事儿，到了镇北关，我跟守将说几句好话，给你谋个后勤的肥差。收起你那套大饼吧。云州破了，镇北关现在就是一座孤岛。你以为把我们送到地府，你就能拿着回山想安然回京？你什么意思？白狼部既然绕过了镇北关打云州，就说明他们已经完成了合围。现在只有进了镇北关，才有活路。明天天亮前解开所有人的手镣，加快行军速度。不想死在半路上，就听我的。破是破了点儿，但味道对了。兵部那帮饭桶是不是把大梁朝的垃圾桶给翻底儿了？送来这么一群废物！镇北关的粮食不是用来喂猪的，老子这里是前线，不是火葬场。就他们这软脚拉的样，白狼部一声后都能把他们吓尿，全体都有，扔到丁字营去，自生自灭。哟，这儿还杵着个木桩子，你叫什么名字？不服气？报告将军，新兵赵烈前来报道，没有不服，坚决服从组织安排。装腔作势，到了丁字营，看你这骨头还能不能这么硬！欢迎来到丁字营，别看咱们营名字普通，在镇北关那可是大名鼎鼎，俗称炮灰回收站。我旁边这个大傻个叫石墩，抢劫进来的；那边那个瞎了一只眼的叫陈瞎子。总之，咱们这里老弱病残孕哦，没孕妇，反正是凑齐了。长官，我想去主力营，我不想当炮灰啊！主力营顿顿有肉，咱们顿顿喝风，想活命，晚上睡觉最好睁着一只眼。新来的规矩懂不懂？狗粮归我了。把碗还给他，大家都是一个团队的，内奸没意思。哟，瘦猴子还敢出头？老子今天就教教你丁字营的规矩。在我这儿，规矩只有一个，服从指挥，懂吗？弟媳，白狼部打进来了！趴下！都他娘的给老子趴下！这是白狼部探子的夜间袭扰。箭矢穿透帐部的夹角约为45度，入土深度3寸。结合刚才帐外的风向是西北风，风速大约3级，距离150步，左前方废弃土楼方向。箭雨用的是草原特有的雪橇矛，射箭的人臂力在80斤左右。一共来了3个。别乱动，只要不出帐篷，他们就不敢冲过来，熬到天亮就行了。营长，给我一把刀，这大半夜的让人放暗箭，吵得我睡不着。我出去把他们的音响关了。你疯了！那是白狼部的精锐探子，你在黑灯瞎火的城外跟他们打，找死吗？营长纠正你一个战术误区，在夜间，对于一个前特种侦察兵来说，黑夜不是他们的掩护，是我的单向透明。别人穿越都在皇宫里吃香喝辣，我穿越第一天大半夜不睡觉，出来搞沉浸式特种兵拉练。丁字营的床太硬，还是出来活动活动筋骨。营长，这新来的真去送人头了？城外可是白狼部的精锐。初生牛犊不怕虎，活脱脱一个脆皮刺客。这小子要是能活着回来，老子以后把烟袋锅子吃下去。那边刚才是不是动了一下？只要我不动，我就是一块石头。高端的潜伏，往往只需要最朴素的伪装。大梁的猪傩连门都不敢出，我真是神经衰弱了。刚才射进他们营帐那一箭，估计把那帮新兵吓得尿裤子了吧？大梁的军人都是一帮软脚虾。明天咱们再往前摸一点儿，直接把箭射到他们守将的门框上。是。
怎么到处都是人？大梁的军队把咱们包围了！一点基础的声东袭灾加上立体音效，就给这帮古代 NPC 整出恐怖游戏的效果了。心理素质太差。我跟你们拼了！别怕，送你一个婴儿般的睡眠，这叫物理催眠。初次见面，简单做个自我介绍。你们的暗哨布置得像筛子，篝火亮度超标，心理防线比纸还薄。作为曾经的教官，我给你们的潜伏科目打0分。现在恭喜你，你被我一个人包围了。只要敲击频率对了，这就是人体自带的关机键。高端的战士往往采用最绿色的节能模式。唉，说好的是地狱副本，怎么感觉像在玩保卫罗伯的教学关？没挑战性。这叫阳澄湖大闸蟹同款战术防挣脱结，越挣扎勒得越紧，主打一个沉浸式束缚体验，5星好评。收工。感谢白狼部送来的3匹好马，这波好东西我收下了。老刘儿，你是不是老糊涂了？那个叫赵烈的死囚呢？昨晚白狼部袭扰，别人都没事，就你们丁子营少了一个人。回将军，他昨晚嫌对面放冷箭太吵，说去把对面的音响关了。放屁！我看他分明是趁夜当了逃兵，要么就是已经死在城外的荒沟里喂野狗了。一个死牢里出来的废物，也敢吹这种牛！我就说那小子是去送人头的，昨晚营长还说他能回来就把烟袋锅子吃了。逃兵按军法当斩！老刘头，你管教不严，我今天先拿你立威！快递已送达。将军，城外攻来！城外有人过来了！是我们大梁的军服，还牵着马。报告将军，丁字营列兵赵累夜间侦察任务完毕，抓到3个野生 NPC， 顺便带回来给大伙开开眼。活捉白狼部精锐，你一个人干的？是啊，他们在村口围庄停车，我作为良好市民，顺便把他们的代步工具给您没收回来了。将军，这几匹马能给丁字营换点肉吃不？一己之力，悄无声息活捉3人，还顺走战马。你档案上说你只是个打死恶少的死囚，你以前到底干过什么？回将军，我以前是个修门锁的，专治各种不符和溜门撬锁。镇北关这破门，我看就挺需要我修修。这打的是什么古怪绳结？周将军，我看这小子绝不是什么普通囚犯，他一个人怎么可能摸到敌营还完好无损的回来？这分明是白狼部跟咱们演的苦肉计，这叫苦肉连环计。赵烈，原京城人士，因当街斗殴，一拳击中礼部尚书之子太阳穴，致其当场毙命。一拳？修门锁的赵烈，你小子嘴里有一句实话吗？礼部尚书的儿子虽然是个废物，但身边带着8个带刀护卫，你能在8个护卫面前一拳打碎他的太阳穴？你以前到底练过什么？回将军，小人以前兼职修锁的，但主业是杀猪的。还敢跟老子装？杀猪？杀的是脖颈侧面放血，你打的是太阳穴。怎么？你老家京城的猪致命弱点长在脑门上，还是说那猪练过铁布衫？将军有所不知，高端头的野猪
往往具有极强的反侦察意识和攻击性。普通的宰杀方式不仅不环保，还容易沾到汁水。我们那边的杀猪行规主打一个无痛处理，及时关闭。好一个物理关机！来，今天我就当一回你嘴里的高端野猪，教教我你怎么杀的！杀猪第一步，利其锋芒，控制前提；第二步，破坏重心，反转猪身；好快的手法！第三步，精准定位，物理超度。将军，这头猪脾气挺暴，但手感不错。好一个物理关机！你小子身上绝对背着大秘密，但我周铁山不管。在镇北关，只要你能杀白狼部的狗贼，哪怕你是阎王爷派来的小鬼，老子也认。丁字营那个破地方，容不下你这尊真神，我给你个特权。将军想让我干什么？我要你离开军营，做我的眼睛，去把白狼部那群畜生的兵力、路线、粮草全给我摸清楚。你需要多少人？主力营的精锐随你挑。主力营那些少爷兵我用不惯，我这人就喜欢在垃圾桶里淘宝。将军给我1天时间，我给您攒一支让白狼部半夜都不敢出营的特殊小队。主力营马上要迎战白狼部了，你们丁字营这群老弱病残，留着粮食也是浪费，不如上交，这叫资源优化配置，懂不懂？大人，这可是我们营最后3天的口粮啊！拿走我们连树皮都没得啃了。军需官大人，光天化日之下玩零元购，这大梁朝的法律是让你卡了 bug 吗？你算什么东西？一个死囚也敢管后勤的事儿？看清楚了，周将军亲命腰牌，从现在起，丁字营独立编制，脱离常规大锅饭，把克扣的物资全数退还，否则我将按军规追究到底，让你承担相应后果。各位家人们，打仗是一门生意，现在周将军给我们投资，允许我们成立一支不受常规军纪约束的特种探险小队，福利待遇顿顿有饭吃，立功免死。现在开启内部直招，名额有限。赵哥轻点，手快麻了。手速极快，行事不拘小节，自带一手巧艺。马二狗，你是赤头小队的资源获取与排雷专家了，录用。偷东西也能当官？管保，我替你砸人。底薪3宝不？杀一个敌人提成1个烧鸡。你团队重装坦克，前排扛伤，录用。西南风2钱重，小子，试探老头子呢。全天候仿生人体雷达，自带夜视仪效果。老陈，团队的侦测声闹系统归你了。戾气太重，动静太大，根本不适合潜行探查。但这股不服输的韧劲儿，我喜欢。以后你就负责团队的近身突进，跟我学怎么精准制敌。从镇北关到白狼部王赵，最近的路怎么走？走阴山背面的黑风口，避开2个水源地，多绕30里，但能躲过所有暗哨。不过那条路只有鹰飞得过去。古代版离线 GPS 导航，刘三带路。赵烈，这就是你挑的精锐？一个傻子，一个小偷，一个瞎子，你这是去打仗还是去给白狼部演杂技啊？你们要是能探出情报，我李从云把这马鞍吃下去。李副将，建议你今晚别吃晚饭，留着肚子啃马鞍。听好了，别人说你们是炮灰，是垃圾，但在我这里，你们是镇北关最锋利的影子。今晚第1次团建打野，目标白狼部。赵哥，你这手印是准备请神上身吗？队长指哪儿，我砍哪儿。这跨服交流的延迟也太高了，不怕神一样的对手，就怕没节奏的队友。带这群青铜打高端局，心累。这叫战术手势。闭嘴，全员进步！现在开始，谁敢发出超过1分贝的声音，
我先给他物理关机。我的娘哎！这营帐连绵5里，少说也有上万人，镇北关完了！别慌，学会用大数据看问题。古代军队扎营，虚张声势是常态。看灶坑，3个营帐共用1个大火灶，每个灶坑周围的脚印和马粪，说明一个帐篷睡6个人。左侧是骑兵营，马匹数量与帐篷比例是2比1。右侧没有马槽，是步兵，后方巨大车辙身朝半尺，说明有重型工程器械。兵力统计完毕，一共8000人，骑兵3000，步兵5000，外加工程车。右前方300步，有马蹄声包抄过来了！完犊子了，被狗锁头了！周哥，咱们赶紧撤吧！撤，后背留给骑兵等于送人头。既然碰上了，那就打一场完美的伏击团战。全员听令，各就各位。就是现在！团灭，这波配合，我给你们比个6。兄弟们，情报到手了，走，回城。李副将已经饿了1晚上了，咱们回去喂他吃马鞍。将军，不是我泼凉水，这都天亮了，那几个钉子营的歪瓜裂枣还没回来，就他们那战五渣的配置，估计早就落地成盒，给白狼部送快递去了。可惜了您那块纯铜腰牌。闭上你的乌鸦嘴！开城门！钉子营回来了，他们骑着马回来了！这不可能！你们怎么可能毫发无伤的弄来这么多战马？李副将，早上好啊！这是我们在敌营给您打包的西式早餐，7分熟的狼皮马鞍。请问您是蘸孜然吃，还是直接干嚼？要不要我微你50，再给你点杯奶茶顺顺气？废话不多说，直接上干货。白狼部这次不是来打秋风的，是想直接一波推平我们塔防。兵力总数8000人。8000！我们镇北关满打满算能喘气的加起来不到2000人，1打4，一派胡言！白狼部如果出动8000人，光是每天拉的马粪都能把黑风口填平。你一个新兵，凭什么看一眼就能报出这么精确的数字？编数据也要符合逻辑。这是我在他们后勤营棒里顺来的行军口粮账单。风里的铁锈味极重，木轮压地声沉闷，老朽听得真切。敌军后阵绝对藏着大型工程车，这配置是冲着砸烂城墙来的。骑兵3000，步兵5000，左翼轻骑，右翼重甲。哼，李副将，你这种云玩家就别质疑我们前线侦察兵的大数据分析了。现在的情况是，对面是个重度氪金玩家，而我们不仅是零氪，号还快被封了。城破，也就是这2天的事了。传令下去，全体写遗书。大量的军人，就算死，也要死在城墙上。周将军，
别急着放弃啊，只要是系统，就一定有 bug。而白狼部这次的 bug 在这里。那是溪流湾，地势低洼，背靠断崖。没错，白狼部的主帅为了前线推进速度，把粮草大营安置在了溪流湾，而且因为他们极度自信，觉得镇北关的守军根本不敢出城，所以粮草营的守军非常少。你难道想去烧他们的粮？就凭你们小队这几个人，就算去了，那也是十死无生。万一失败，镇北关连最后的一丝士气都没了。不烧，我们撑不过7天。断水断粮，城里的兄弟们连刀都举不起来。现在开始，听我指挥。老刘头，去后勤营把所有的动物油脂、枯草还有伙食全给我搬出来，越多越好。你要这些破烂干什么？那能烧毁上万人的粮草吗？破烂？李副将，今天我就让你见识一下，什么叫跨越时代的物理升华。我要给白狼部的主帅做一个超大杯的燃烧瓶盲盒。赵烈，你在这儿熬大粪呢？说好的去破局，你在这儿给白狼部做毒药？你以为让他们拉肚子就能退兵？李副将，没文化就多读书。这不叫熬大粪，这叫基础化学与热力学应用。这玩意儿学名叫高粘度附着性燃烧胶体，俗称古代版凝固汽油弹。哼，装神弄鬼，就这破糊糊能烧掉人家大营？笑话！温馨提示：油脂燃烧密度小于水，遇水不仅不灭，还会造成 AOE 范围爆燃。李副将，今晚就在城墙上买好站票吧。我给你们放一场价值8000人粮草的绝版烟花。2队暗哨，4队明哨。左前方那个帐篷里有呼噜声，睡得挺死。这手速不送去打电赠可惜了。别抢战利品，准备干活。风向东南，风力4级，这波叫借东风。全员切换重装火力模式，目标白狼部1号粮仓，发射！漏水了，快救火！这火里有妖法，睡觉不灭。汉人的军队从来只敢缩在城墙后面当乌龟。是谁？是谁敢摸到我的眼皮子底下烧我的粮草？这种打法我闻所未闻。他真的把8000人的粮草营给点了。这小子是个人物，大梁的边关有救了。第1阶段新手任务完成，白狼部的兄弟们，希望你们喜欢这个温度。咱们明天战场见。不是说烧了粮草，他们就会撤军吗？赵烈，你惹下大祸了！
他们这是要跟我们同归于尽啊！李副将，别抖了，咱们只能迎战了。丁字营结阵，别像扔石头一样瞎砸，给我用杠杆原理，石墩上滚石，保持阵型，别贸然出城追击。杀光你们！阿九掉下去了！这小子性命危在旦夕。队长，我干掉了3个装甲兵，没给丁子英丢人吧？干得漂亮！真正的刺客，永远不能失去情，活着才能杀敌。李副将，麻烦你记住这城墙上的每一道刀痕，这是底层的兄弟们用命填出来的。你再敢克扣丁子英一粒粮食，我保证，下一个掉下去的就是你！不好，是重型破城锤，他们要砸门了！看来我得给他们加固一下防御工事了。城门要破了，完了！大家准备肉搏吧，这局是死局了！慌什么？对面上了物理外挂，咱们就给他来个细土热更新。石墩上减震气囊。这叫非牛顿流体，遇强则强，主打一个以柔克刚，专治各种不服。二狗，给他们的工程车送点润滑油。防御塔保卫战成功，对面的主攻倒了，该咱们抢节奏了。各位，经过我刚才在城墙上的全景录像和行为学分析，我摸清了白狼部主帅的出牌规律，他们不是无限火力的外挂玩家，他们的攻城战是有 CD 的。CD 什么意思？就是攻势轮转。我分析了他们这几次的进攻波次和兵力调动，规律是每3天发动一次主力猛攻，中间2天则换成小股部队进行边缘骚扰，以此来消耗我们的精力和剑指。哼，你少在这装半仙！就算你知道规律又怎样？我们只有挨打的份儿。如果只会挨打，那确实只能等死。但高端局的精髓就在于，在敌人的大招真空期，反向越塔强杀。我建议，就在今晚，也就是他们主攻日的晚上，打一次夜袭反击。疯了！你绝对是疯了！今天白天他们刚发起主攻，虽然退了，但城外可是8000人。你让我们出城夜袭，这不是明摆着送人头？今晚是他们防备最松弛的时候，这就是我说的卡 bug。听你的，老子今天就陪你疯一把！明智的投资。队长，我的刀还能见血，带我一起。你现在的血条不到10%，属于战损状态。队伍的输出虽然缺，但不需要你这个残血刺客去强行开团。你的任务是留在这里养伤，这是军令。夜战模式开启，兄弟们，跟我去白狼部的被窝里，给他们放首摇滚乐。出发！队长，前方30步，敌军侧翼马厩，3队暗哨交叉巡逻，连只苍蝇都飞不过去。妈呀，这防线密得跟铁桶一样！周哥，咱们这尖刀是不是要卷肉了？这都什么年代了，还玩这种死板的巡逻路线？在特种兵眼里，这就叫静态靶。是时候给这帮古人上一课了。二狗，你不是手速快吗？
带上这个，去给对面的兄弟们上点物理麻药。这是啥？毒药？西域特供版超级护胶面混合曼陀罗花粉，无毒无公害，主打一个强效催眠加疯狂打喷嚏。去，顺风阳了，给这帮 NPC 来个强制断电。把所有战马的马档和缰绳全给我卸了，这叫交通工具物理限号。没了马档，我看这群重装居兵怎么上马？拆卸零件。赵哥，你看好了，什么叫无影手？队长，你这穿插到敌军侧翼的战术，就是来偷废铁的？偷铁，格局小了。我是来给他们办一场露天重金属音乐节的。家人们谁懂啊？别人大半夜都在睡觉，这群白狼部的人非要搞主构工。既然你们精力这么旺盛，大漠深夜 DJ 申请出战。周将军，对面的服务器已经被我干崩了，该你上线收割了。那小子做到了！全军听令，开城门，给老子反打！侧翼全毁了，这仗没法打了！撤！给我往后撤！这就是卡 bug 反向越塔的魅力。兄弟们，今晚的夜宵，咱们吃烤狼腿。不过，别高兴得太早，大鱼才刚咬够呢。全军出击！白狼部已经被夜袭打崩了，立功的时候到了！谁砍了敌将的脑袋，本将赏金100两。李副将，穷寇莫追的道理不懂吗？对面这撤退路线太丝滑了，连个调队的伤兵都没有，这叫钓鱼执法。你现在带人冲进去，就是纯正的外卖小哥，送货上门。放肆！你一个囚犯出身的小队长，敢阻拦本将立功，给我滚开！好言难劝，该死的鬼！这智商，在我们村也就只能是个守护了。惊不惊喜，意不意外？这是纯正的 VIP 全自动物理迎宾系统。李副将，你要是刚才冲进去，现在已经变成大梁特产人肉串串香了。敌军首领阿史兵不傻，他留了一支精锐的断后小队埋伏在上面，他们想打我们的伏击。二狗、阿九，跟我上！今天教你们什么叫高端潜伏。暗箭伤人，算什么英雄好汉？二狗，干得漂亮！
把他们的武器全卸了。右前方，扔！别挣扎了，这叫树龙网。麻烦签一下你们的投降书。这片野区，我们丁字营接管了。赵哥，等打完这场仗，我把这些破铜烂铁卖了，我也去京城买个大院子，娶个漂亮媳妇儿，再开个开锁铺子，老老实实做人。到时候你们可都得来给我捧场啊！屁话！战场上嘴是用来喘气的，不是用来立 flag 的。刚才那句话，给我烂在肚子里，活着回去你再跟我说。队长，地下有动静，不是马蹄，是从镇北关内城地底下传上来的。白狼部他们明面上撤退，暗地里挖了地道，目标是我们的伤兵俑。正下方2丈，声音停了，他们准备破土了。这帮白狼部的人不讲武德，玩地下城都加4本啊！别慌，想玩地道战，那我就给他们上一课。什么叫现代物理熏蒸除虫技术？二狗，把你的特制迷烟粉全拿出来。石墩，把那个大铁锅给我倒扣过来。反恐京津地下城清点完毕，这波叫封烟堵桥。就这点肺回量，还敢学人家当刺客？不对劲，地道挖得太浅了。这种斗法工程，而是为了制造噪音掩护。赵哥，闪开！二狗，医官，叫医官！别说话，保持呼吸节奏。你的手速那么快，阎王爷的生死簿你都能撕了。挺住！赵哥，刚才那一剑，我差一点就偷下来了。我的手速没退步吧？没退步，你是天下第一神偷。等你好了，我带你去京城开最大的开锁学校。赵哥，别费劲了，我这条命本来就是偷来的，能替你挡一剑，值了。以前我把这当成一场闯关游戏，总想着给对面留一些生机。但从今天起，镇北关外不留活口。二狗，你安心走吧。你那份没拿到手的军饷，哥去对面白狼部的营帐里给你讨回来。昨夜反击战，斥候小队烧敌粮草，挫敌锐气。赵烈首功，老子今天火线提拔。赵烈，从今天起，你就是镇北关的百人长。将军不可，大梁军律，囚犯出身，戴罪之身，绝不配领军。他一个死牢里爬出来的底层残渣，凭什么跟我等平起平坐？
李副将，贵族出身是吧？靠关系来的是吧？行，咱们不谈出身。这份是昨晚的战损清单，我带5个人出城，烧了敌军8000人的粮草，端了他们的重骑兵侧翼。而你呢？在城墙上因为腿斗踩坏了公家3块青砖，还打翻了1锅羊肉汤。这战损比，你跟我谈资格？你强词夺理！打仗靠的是排兵布阵，不是你们这种偷鸡摸狗的下作手段。二狗的命，就是被你们这群只会纸上谈兵的废物给耗没的。再敢废话半句，我有的是办法让你闭嘴！圣旨到，监军大人驾到。哎呦喂，这镇北关的风沙，可要把本宫的皮吹糙了。周将军，别来无恙啊！末将周铁山见过监军大人。嘿嘿，王公公一路车马劳顿，下官早就备好了上等的毡棚。周将军，京城局势风起云涌，太子殿下很关心边关的战况。临行前，殿下特意嘱咐我。其实啊，这白狼部剿不剿得干净，根本不重要。重要的是，太子殿下现在非常需要看到边关有一份大捷的战报，好在朝堂上压倒二皇子。公公放心，我们昨夜刚大破敌军，只要稍微润色一下数字，斩首8000，全歼敌军主力，这捷报马上就能送往京城。李副将果然是聪明人，把仗做得漂亮，大家都好升官发财。监军大人，我不管你们京城的戏怎么唱，但在镇北关，每一串家书据背后，都是我兄弟的命。城外还有几千白狼部的精锐盯着我们的脖子，你让我陪你们写战报？放肆！你是个什么东西？敢这么跟本公公说话？哼，我叫赵烈，镇北关百人长。你们想写纸上大捷，随意，但我的人只管杀城外的真敌人。谁敢拿我兄弟的血去换前程，我保证，他的下场比白狼部更难看。王公公有令，镇北关粮草吃紧，必须优先供应主力营。至于你们这群不服管教的刺头，从今天起断水断粮。赵排长，你不是能打吗？有本事你让兄弟们啃沙子充饥呀！军需官大人，你们这招物理断网的职场制裁，在我们那儿10年前就玩烂了。回去告诉王公公，我们早就升级了脱机模式，野战单兵自热口粮，古代平替版。用上次缴获的白狼部战马碎肉混合牛油、炒面、脱水蔬菜高压脱水压制而成。这一小块的热量，够一个壮汉抡着大刀砍1天。想饿死我们？
我们不仅有余粮，甚至还做了防腐处理。不许放箭！王公公说了，我们在等他们来和谈。谁敢放箭，激怒白狼部，按军法处置，全体当缩头乌龟，放手！队长，对面的弓箭手听见咱们这边的惨叫，射得更起劲了，专挑咱们这片盲区射。这叫什么？这就叫声学诱导与信息战。白狼部的大哥们以为在疯狂输出，其实是在给咱们刷礼物。我们阿史那大汗说了，只要大梁每年上贡精粮1万担，丝绸5000匹，再送500个女人出关，哼，我们就退兵30里。你们这破城就算保住了，放肆！你哎呦，特使大人息怒。这条件咱们可以商量嘛。李副将，你觉得呢？公公英明。花点钱买个太平，咱们立刻写捷报送往京城，就说白狼部誓与我大梁天威。赵烈，你敢擅闯中军大帐，你要造反吗？你就是昨晚不敢还手的缩头乌龟，怎么想给大汗磕头谢恩？上贡，女人，粮食，回去告诉阿史那，大梁的边关没有上贡这个词。今晚我会把这些箭连本带利的送进你们重骑兵的身笼里。王公公，你的捷报先别忙着写，真正的捷报我赵烈用刀给你刻出来。反了，反了！你区一个死囚出身的百人长，你东云赵烈，竟敢破坏朝廷的和平大计！来人，把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狂徒给我拿下，就地正法！赵烈，你惹下滔天大祸，今天谁也救不了你。监军大人，杀我可以，但作为一名前线战术指挥官，我得提醒您一件事。您现在如果砍了我的头，这大帐里的所有人，连同您怀里那只高贵的波斯猫，活不过半炷香。死到临头还敢虚张声势，你以为你是谁？看您桌案上那杯打翻的茶水！白狼部，他们真的攻城了，完了！王公公，你这锁人手段也太不济事了。那个特使根本不是来和谈的，他是来吸引你们注意力的诱饵。白狼部的主力已经摸到城墙底下了。白狼部，他们真的攻城了，完了！城防我接管了，你在大帐里把遗书写好。队长，对面全是重甲，咱们的软弓根本射不透啊！射不透，那是你们不懂得借势发力。石墩，你他娘的昨晚做好的意大利炮给我推上来！感谢白狼部昨夜送来的穿甲剑大礼，今日原物奉还，
送他们归西。快开门！镇北关守不住了，我们留在这里也是送死，不如回京另做打算。公公放心，只要出了这道门，白狼部就追不上咱们。哟，监军大人、副将大人，这是准备去哪儿遛弯啊？滚开！你们这两个顶嘴的兵炮，敢阻拦本将，按律当斩！大梁军规第一条：临阵脱逃者，杀无赦。不当兵可以，当逃兵不行。赵烈，你想造反吗？我可是太子的人。你这只猫，在炮火声中都知道亮爪子。你一个堂堂大梁监军，连只猫都不如。阿九，把南门的锁芯给我砸毁。今天，镇北关全面封关。白狼部退兵之前，谁敢往南走一步，我替阎王爷收了他。城里的缩头乌龟，谁敢出来与我单挑？哈哈哈哈哈哈！你们大梁都是一群没卵蛋的懦夫！将军，对付这种有勇无谋的莽夫，不需要咱们亲自下场，交给我。此时未时，日在西南，风12级，目标距此120步，战马目力最为强光，这便叫借日破敌。不行了！一味防守，迟早被耗死。王公公，你的银子别想着带回京城了，全给我拿出来！你要干什么？哼，白狼部不是喜欢搬救兵吗？那我们就去敌人的后方，给他们找个对头。听说漠北还有个苍狼部，这笔买卖我赵某人做定了。赵烈，你敢擅闯监军营帐，这可是咱家回京养老的提级钱，你这是公然劫军！大梁律法，煽动军饷者斩！你休要胡来！格局，公公，您的格局太小了，这怎么能叫抢劫呢？这叫镇北关轮战略融资。现在白狼部在外面天天骚扰，大梁公司的资金链断裂。您作为高管，不得带头搞个强制重收？公公，俺队长说了，不交钱，下一个捏的就是你的天灵盖。管保捏的比这金子还圆溜。感谢王公公送来的天使投资，这笔钱我拿去给白狼部后院点个大炮照。这叫两线作战，内部搞钱，外部搞事。正面守城只能被动挨打，我们必须主动出击。漠北的苍狼部和白狼部是世仇，一直被压榨。队长，苍狼部一众凶蛮嗜杀，光凭钱财未必能说动他们出兵。这趟差事九死一生。刘三，你以前当镖师，路线熟。阿九，你负责物理静音保镖。
你们俩带上这笔启动资金，去苍狼部拉外援。记住，去谈判，别像个要饭的，这叫商业路演。你把这张图拍在苍狼辈首领脸上，告诉他，白狼部的主力被我们拖在镇北关，后后空虚。现在抄他们老底就是零元购。我们出兵，他们出马，打下来的草场和牛羊5-5分成。倘若他们不肯听劝，还要取我2人性命，当如何？不听，就给他们放个烟花。记住，特种兵的信条，真理永远在爆炸半径之内。去吧，让漠北的原始人见识一下什么叫大梁狼人杀。队长，这帮蛮贼连续2晚在外头跺灶闹腾，弟兄们连火眼的功夫都没有，人都快熬得撑不住了。你瞧见了吧？这便是你撕毁合一的下场。他们不攻城，等弟兄们熬撑不住，镇北关便不攻自破了。跟我一个接受过现代心理战和哲学抗宗壤训练的特种兵玩噪音战，你们这是关公面前耍大刀，鲁班门前弄电锯。石墩，把咱们白天收集的破铁锅、大铜锣，还有所有破了的战鼓，全给我架到城头来，呈弧形排列。兄弟们，对面的 DJ 水平太次，今天给他们上一首大梁特供版重金属摇滚，退退退！听我口令，给我砸！快快快快！魔法打败魔法，跟我玩物理声呐！下次再来，我给你们接个低音炮。全军听令，回去补觉。赵烈派人去联络苍狼部，副将大人早就识破了，等这信鸽落到白狼部手中，那2个使者必遭截杀。我看他赵烈还能如何翻身？通风报信，借刀杀人。呵呵，李副将这招内鬼牌玩得挺溜啊。既然他们喜欢玩情报战，那我就给白狼部发个虚假定位，想截击我的使者。好啊，我刚好在那个坐标，给你们准备了一套全自动火力覆盖套餐。天亮了，真正的两线作战现在才刚刚开始。大梁的细作，情报说你们今晚会经过这里。去死吧！中计了，撤！感谢李副将提供的精准定位服务。欢迎来到我的全自动火力覆盖防区。哼，古代版定向扩建。队长，这炮仗太得劲儿了，俺下去把他们全捆了。捆几个领头的就行。走，回城去给咱们的内鬼副将送份回音单。
大梁的狗也敢来我苍狼部的地盘谈合作？白狼部虽然是我们的世仇，但你们大梁人更狡猾，把这2个细作剁了喂狼！动手！别动，我家队长说了，特种兵谈判第一步，先拿到绝对控制权。首领大人，别紧张，我们是来送泼天富贵的，请看这份白狼部大后方资产分布图。这是什么鬼画符？这叫大数据分析。现在白狼部80%的主力全被我们队长用塔防模式死拖住了，这就叫大漠零元购。打下来的牛羊、女人、草场，我们大梁一分不要，全归你们，干不干？首领，你们苍狼部被他们抢了最好的草场，现在机会来了，我们正面扛伤。你们绕后偷家，打下来的牛羊、女人、草场，我们大梁一分不要，全归你们，干不干？后方真的空了，你们大梁人真的一分不要？我们队长说了，只要白狼不死，大漠的规矩，赢家通吃，合作愉快。哈哈哈哈哈哈！戒了！公公放心，算算时间，白狼部的刺客已经在绝命谷把赵烈的使者剁成肉泥了。他想联合苍狼部，做梦！这镇北关还是咱们说了算。哎呦，李树将这招借刀杀人，真是有东厂的风范啊！等城破了，咱们就拿赵烈的人头去邀功。赵烈，你敢不禀报就擅闯？李副将，你这地址隐藏的不行啊！发给白狼部的信科，让我给你稍微加密了一下。你全杀了？杀了而已，激动什么？真正的硬菜还在后面。苍狼部的盟军已经就位，传我军令，全军休整，明天正午大开镇北关城门。老子要给白狼部摆一出古代版的空城计，请君入瓮，关门打狗。城上的人，你弄的什么玄虚？你的守军何在？阿史那大喊：“中午好啊！”兵都放假睡觉了，这叫空城计。我看你们大老远跑来挺累的。城门给你们开好了。进来一起吃个烧烤。汉人最是狡诈，此中必有埋伏。前副营遣300重甲入城探路，遇有伏兵，即刻鸣号示警。
赵烈，你疯了！他们进来了，镇北关休矣，我等皆死无葬身之地。李副将，这在现代城市反恐战术里叫致命漏斗效应。在狭窄的单向通道里，中奖就是极其笨重的活靶子。今天教你什么叫物理除螨。看不见了，是毒粉！快撤！现在想走门儿都没有。石墩，上物理码锁。管他什么机关埋伏，8000勇士他也将这镇北关踏平了。全军准备冲！阿史那，你是不是觉得8000人很能？我帮你算算时间。昨晚，我的使者已经在苍狼部完成了商业结盟。就在你盯着这扇破城门发呆的时候，苍狼部的铁骑已经把你的老家陵园购了。你的老婆孩子牛羊草场现在全姓苍狼了。你带8000人出来打团，连水晶都不要了？撤！全军速撤，回援王庭快！我大梁的边关，想来就来，想走就走。门开着是给你们设的局，现在门焊死了，大梁全军听令，关门打狗，物理调度，一个不留。别慌，大梁人只有几百个，用战马踩死他们，杀出一条血路，冲锋！全员防暴阵型，V字肉斗列阵，盾墙起！冷兵器时代的悲哀，就是不懂什么叫非致命性动能拦截。想越塔强杀，你们的护甲太脆了。疯了！赵烈这个疯子居然想一口吃掉8000人！万一防线崩溃，白狼部冲进来，我们全得死！关门！快把城门放下！只要把赵烈关在外面，这就是他个人的军事冒险，我们还能守住内城。你们这2个老不死的，敢违抗军令，造反吗？部将大人，大梁的军法我们不懂，但我们丁字营的规矩只有一条：队长没发话，谁敢动这扇门，老子就让他变成墙上的壁画。想玩职场背刺？哼！对不起，我们的后台权限比你高，全军压上，用人命填！他们快撑不住了！他们快撑不住了！白狼部的老铁们，回头看看，你们的老家被偷，确认收获。现在，大漠的祖长祖诛开始了。赵烈兄弟，感谢大梁提供的陵园购内部消息。白狼部的后庭，我土木收下了，给我杀！
战略升级完成，这不叫打仗，这叫双向丰富的物理绞肉期。大梁的狡狐，我不服！有种你出来跟我单挑！长生天的勇士只接受兵器上的决断。打团战呢，你跟我大单挑？你们这古代的 NPC 怎么都喜欢加这种毫无逻辑的戏码？不过，为了彻底击碎你的世界观，我满足你。不用找长生天了，今天这里的网络我赵某人接管了。恭喜你，阿史那大汗，你现在是我手里的 S 级典藏版战利品了。外面的账算完了，现在该回城清理一下公司的内部木马了。蛮夷贼囚，杀我大梁无数好剑儿！本将今天就替天行道，斩了你！李副将，打团的时候你在挂机，现在终极老怪丝血了，你出来抢人头，这在我们那儿叫恶意抢人头，截乎团队核心 KPI。更何况，你想杀他，是为了报仇，还是为了删党灭口？赵烈，你做得很好，把这贼首交给本监军，本监军这就800里加急写捷报，在王监军的英明指挥下，大破敌军。放心，少不了你的赏赐。王公公，你的捷报爱怎么写怎么写，但这个人头不属于朝廷，也不属于你，他属于镇北关外死在冷箭下的每一个兄弟。反了，简直是无法无天！来人，赵烈恃才傲物，目无监军，给我拿下，就地正法！兄弟们，1个月就几百块，你玩什么命啊？你们低头看看自己脚上的靴子，再看看王公公脚上的金丝靴。他贪了边关30万两军饷，让你们在这喝西北风，你们还替他当打手。刚刚在城外，是谁挡住了8000大军？是我丁字营。现在白狼部大军溃败，他们在城外留下的战马、兵器，还有即将被苍狼部送来的战利品，堆积如山。跟着我赵烈，顿顿有肉吃。年底每人分5匹马。王公公，你看，连猫都知道这公司现在谁说了算。从今天起，你的监军权限被我物理吊销了。赵烈，你敢夺权！你敢夺权！朝廷绝不会放过你的！赵烈，你这是死罪！朝廷，等我把丢失的7座边块全打回来，朝廷还得给我送锦旗。传令全军休整3日，3日后跟我去查查漠北的账。赵烈，你武功再高又怎样？只要这封密信顺着水路送出关外，交到监狱的暗哨手里，京城就会知道你拥兵自重，意图谋反。到时候大
军压境，我看你死不死！李副将，下水道夜域这条路线，小申的求降没教过你水下会有声道探测吗？你这心跳频率和汤水的回声，在我听来，简直就像在广场上跳低音炮广场舞一样喧嚣。监军王公公运筹帷幄，于城头侵斩贼首阿史那。百人长赵烈贪生怕死，闭门不出。王公公，你这文案水平太差了，不仅缺乏细节支撑，而且逻辑漏洞百出。你一个太监，拿什么斩杀2米的壮汉？用你的波梭猫吗？赵爷爷，赵祖宗，这都是李从云的主意，饶我一命，这些我不发了。谁说不发？发，必须800里加急发回京城。太子不是需要一份大捷的战报来压制二皇子吗？我成全他，功劳全是你的。但是，商业社会讲究知识产权，这份捷报的原创版权在丁字营，我可以让你们署名，但你们必须支付公关费。在信的后面加上一句：镇北关急需朝廷补发5万担精粮，10万支金刚羽箭，2万套过冬棉衣。少一根线头，我就亲自去京城，跟太子当面聊聊阿史那到底是谁杀的。懂？王监军评判有功，奖金1万两。镇北关守将周铁山劳苦功刚，特擢升为京城兵部衔职，即刻交出虎符，回京述职。钦此。周将军，抗旨可是诛九族的大罪。为了这群兵牒，搭上你一家的性命，不值当吧？哼，把虎符交出来吧。赵烈，你要干什么？这是皇上的圣旨。大梁公司的公章，你们爱拿去盖什么就盖什么，我不稀罕。但周军的退销金，你们没结清。兄弟们，朝廷不管我们的死活，我们自己管。从今天起，镇北关不归兵部调遣，我们脱离编制，成立镇北独立安保团。谁敢来夺我们的刀，我们就先断他的手。北方的仗查完了，现在老子要带你们去把备战的7座城池一座一座打回来。大口以后，镇北为王。队长，苍狼部送来的陵园购分红到了，3万头羊，8000匹战马，足够全军吃3年的粮草。造反！
这是赤裸裸的造反！钦差卫队听令，谁拿下赵烈的人头，赏银100两，官升3级。赏银100两。李副将，你这画大饼的太简溜了。哼，兄弟们，咱们算笔账。朝廷查问你们开的底薪是2两碎银，还要被层层克扣。今天我们这镇北安保团刚拿到天使轮融资，现在开启现场直招，底薪10两黄金，包吃包住，杀敌提成另算。年底发草原海景蒙古包。愿意跳槽的，把刀扔了，过来领入职赖包。赵总好，我从小觉得镇北关风水好。你们这群叛徒，大梁的军法何在？精彩，真是精彩！不动一兵一卒，用资产性购的方式完成了敌营策反。赵白长，你这套兵法，孙子看了都得连夜修改原稿。萧大人，你是太子殿下的心腹，你快下令把这个反贼拿下呀！自我介绍一下，萧远，朝廷新派的镇北关守将，也就是这地界合法的区域总裁。赵烈，你的安保团再有钱，没有朝廷的营业执照，出了这道关，你们就是流寇。谈谈。我知道全歼白狼部的功劳是谁的。王公公那份假捷报，糊弄鬼可以，糊弄不了我。但朝堂上的事，讲究个政治正确，你懂的。我不懂你们朝堂的包装，我只管打仗，我只管我兄弟不白死。好，我要的就是你这句话。你是个纯粹的锋刃。我现在给你提供朝廷的营业执照，我手里的500精锐给你，把丢失的7座边城，给我一座一座打回来。打下来的城，军功和面子归朝廷，城里的战利品、粮草全归你的安保团。这合作模式，赵将军意下如何？萧将军，纠正一点，我们不叫外包团队，我们是大梁首席战略合作伙伴。这单子我接了。队长，前方50里，第1座石城雁门关，白狼部残军正在里面缩着呢。兄弟们，公司上市后的第1个大项目来了，敌人的城门锁坏了。作为曾经的开锁大师，我非常有义务去给他们提供一次强制上门维修服务。目标雁门关，全军出击，让他们见识见识什么叫特种战术物理工程。队长，这怎么打？雁门关可是7城里最难啃的骨头，城墙厚达3丈，咱们这500人连台工程车都没有，冲过去就是给人家刷业绩啊！队长，要不俺趁黑摸过去，一斧头把城门劈开。劈城门？史顿，你这属于典型的云玩家思维，纯靠物理平 A。这雁门关现在的防御系统是顶级的封闭雨露网，硬攻等于送人头。作为一家有素质的现代安保公司，我们要学会用黑客手段走后门。大梁的狗，别白费力气了。今天晚上的通关口令，只有我和守门将领知道，你们连护城河都过不去。硬骨头，我最喜欢了。
陈瞎子，把咱们的渡真剂拿上来。我说，今晚的口令是天狼吞月，杀羊吃肉，杀羊好啊！快把这东西拿走啊！很好，现在带着你极其恐惧和颤抖的尾音，把口令再给我重复10遍。陈瞎子，测算他的声带振动频率。高音区破音，带点漠北东北部的口音，完美。古代版声纹识别模型采集完毕。兄弟们，换衣服。今晚咱们玩一把沉浸式剧本杀，利用俘虏的敌军口令加夜色混入城内。站住！什么人？口令！天狼吞月，杀羊吃肉。运粮营的，路上遇到了大风沙，开门！声音是对的，放吊桥，开小门。关门，放箭！他们是假的，他们穿的是防滑靴，抓内鬼！队长被锁头了！慌什么？既然潜伏被识破了，那就激活木马病毒，防御矩阵开！封闭空间内送你一套高浓度生化胡椒催泪苇子套餐，破防吧！看不见了，有妖法，放滚木！阿九，上墙，物理断电。系统提示：您的防火墙已被粗暴的摧毁。现在，雁门关的管理权限正式移交大梁安保集团。第一城打卡成功。告诉兄弟们别歇着，把从白狼部陵园购来的土制火药装好。下一站，定远城。老子要去给他们表演一个定向爆破拆迁术。赵烈，听说你小子拿了雁门关，别拿我跟那群废物比。定远城这扇门是千年兔木心，外面还浇了3层生铁质，连攻城破甲锤都撞不开，你们就几百人，连个云梯都没有，拿头撞吗？大漠风大，小心被吹飞了。独眼狼大哥，你这属于典型的防御力溢出导致智商欠费。门造的再厚，它也是个门啊。石墩，给里面的榜一大哥上门送外卖。注意，这单是易碎品，轻拿轻放。那是啥？酒桶？这帮大梁人疯了吧？打不进来，跑这儿来给我们送酒求和了！这是长生天发怒劈雷了！我的铁门啊！惊不惊喜？刺不刺激？这套物理发型重塑套餐免费送你们的，
丁远成，老子全款拿下了。队长，这帮马贼是受人指使的，信是凉州城发来的。有意思。凉州城的守将，也就是那帮大梁本地的世家大族，居然发信告诉这帮马贼如何防备我们。现在看马贼输了，又给我发了封邀请函，请我去凉州城和平谈判，共享防区。队长，凉州城是7城里最富的地方，但那里的世家极其狡诈，私兵过万，这明摆着是场鸿门宴啊！咱们不能去。鸿门宴，就怕他们准备的菜够我吃。传我军令，接管定远城防。阿九、石墩，跟我去凉州，我倒要看看这帮古代的资本家骨头有没有我手里的物理学鹰？赵排长，久仰久仰。咱们凉州的规矩，赴宴不带兵刃，还请3位卸甲交刀。这叫准入安检机制，我懂。钱老板，我这兄弟石墩是个移动的不稳定消化油储存罐，他身上涂满了用马尿和火石粉提纯的极度易燃物。你的人要是搜身的时候静电摩擦超过2伏特，砰的一声，咱们这白玉大门就能飞到凉州城墙上去。你确定要搜？赵排长真爱开玩笑，请，快请进。不搜了，那我就把危险品带进去了。别紧张，防爆模式开着呢。赵排长，明人不说暗话，你打你的仗，我们赚我们的钱。凉州城的防务我们可以交给你，每个月我们还给你提供1万两军费，但条件是你要做我们的安保外包队长。这叫利益最大化，双赢。双赢？你们这叫双向吃回扣，两头做空，用大梁的物资去给白狼部刷火箭，正向强化，然后再转过头来赚大梁朝廷的维稳经费。钱老板，你这财报做得很漂亮啊，典型的庞氏骗局。赵烈，别给脸不要脸！你以为你500人就能吃下凉州？我凉州世家联军1万人，你今天要是不同意，这鸿门宴就是你的断头饭！钱老板，玩过轮盘赌吗？没玩过没关系，今天教你个更刺激的古代版霹雳弹。你手里拿的什么妖法物件？特制超高压爆燃装置，只要我的手指一松，或者我心跳停止，这拉环就会弹开，里面极其压缩的能量，能把这个奢华的大厅瞬间变成一个1000度的高温微波炉。大家一起物理熟透，来，开弩吧，看是你们的剑快，还是我的神经反射快。
别松手，赵爷爷，有话好说，放下弩，都他娘的给我把弩放下！不仅是这大厅，城外15里外的落马谷，你们世家联盟藏在那里的30大床黄金和8万担秘密储备粮，已经被我的500铁甲军全盘接管了。你们的底牌已经被我底价收购了。你一开始就是冲着我们的金库来的，这叫杠杆收购加暴力清盘。现在，凉州城的董事会，我说了算，把兵符交出来，不然我让你们全家体验物理升华。第3座城，老子领赏王全款拿下，通知萧远准备收快递。下一站，咱们去给白狼部的残党来一场全场包邮的围猎。队长，这玩意儿太脆了，这账俺算不明白。上面写着凉州城金库只剩下500两银子了，这老小子是个穷光蛋啊！钱老板，拿阴阳合同来糊弄一个接受过现代法政科学训练的特种侦察兵，你这属于在雷达上开隐身，自欺欺人。陈瞎子，关窗。赵总，赵爷爷，我们凉州世家为了支持边关，早就把家底抛空了，这就是全部的财报了，绝对合法合规。古代的商业间谍喜欢用迷汤或者石风水写密账，干了以后就是无字天书，这就叫古代版区块链，加密。但不好意思，我带了物理密账。城外翠竹庄，窖藏黄金8万两；北山隐秘矿坑，私藏兽铁10万斤。钱老板，你这账户藏得挺深啊，怎么准备拿着这些大梁的资产去跟白狼部玩借壳上市？你这是什么妖法？我的老底儿啊！队长，钱万三那帮人彻底被您的法术吓破胆了，连裤衩子有几个补丁都招了。剩下的4座师城，全都是他们世家联盟花钱雇的马贼在站着。咱们是不是要带兵过去，挨个定向爆破？刘三儿，你这属于典型的重资产运营，太消耗成本了。既然凉州这个总部已经被咱们全款拿下了，剩下的加盟店直接发内部红头文件，强制清盘不就行了？这叫什么？这就叫云交接。信上写的很清楚，钱老板已经被我们优化了，剩下4城的马贼，如果在一炷香内不弃城投降，今晚我就给他们全程包邮9桶 C4 套餐加胡椒生化致盲粉。照列。通知兄弟们，兵分4路去收房。今天太阳落山前，我要看到大丢失的7座城池，全部挂上咱们安保集团的 logo。队长，地底下有极其恐怖的东西过来了。瞎子爷爷，你是不是喝多了？白狼部都被咱们打回老家去种地了，哪儿还有人？这不是8000人的骑兵震动，频率极低，共振极强，且带有极其恐怖的金属摩擦静电效应。这是全中甲兵团，数量10万。射出这支箭的床弩，脚力至少超过1000斤。白狼部那群原始人根本造不出这种工业级产品。
听到了极其绵密的摩擦声，他们的马全都披着极其沉重的铁甲。铁弹部，漠北真正的霸主，一统草原的8级大 BOSS， 10万重甲铁骑。赵烈，本将带官方正规军来接管防区了。听说你已经拿下了凉州，效率不……你他娘的惹了铁弹部！你这叫收复失地！你这是捅了马蜂窝！撤！全军后队变前队，立刻回京！这关老子不当了！肖总，来都来了，急着走干嘛？10万中甲算什么？这可是 S 级的大型投资项目。你想想，只要咱们打残了他们，5年之内边关无战事，到时候太子在朝堂上还不得横着走？这泼天的富贵，你不要？肖总，别慌。从现代后勤学角度来看，10万重装骑兵每天的人马嚼用，是个恐怖的天文数字。他们带不了多少粮草，这就意味着他们打不了消耗战，只能玩一波流的物理平推。不行，就凭我们这几千人，城墙在后也会被碾成粉末。必须摇人！来人！备800里加急快马！我要急报朝廷，请求全境驰援！发吧，最好让总部的董事长赶紧批专款。这波怪物工程，咱们算是开了地狱级难度了。10万铁骑，简直是危言耸听。萧远这分明是和那个死囚赵烈串通一气，虚报敌情，意图骗取朝廷的军费融资，这属于严重的财务造假。荒谬！边关7城好不容易收复，此刻不全力北援，难道眼睁睁看着大梁门户洞开？父皇，儿臣请战，调集兵部一切力量驰援凉州。陛下三思，既然敌军势大，我们何必在毫无产出的边关浪费兵力？不如战略性止损，固守中原腹地，放弃边关。放弃边关？你们让那几千将士怎么活？大局为重，他们作为大梁的将士，为大梁尽忠是他们的福分。援军一个都不批。朝廷内部争议不断，援军迟迟不到。他们不仅不发兵，还要让我们固守中原，放弃边关，我们被彻底抛弃了。凭什么？兄弟们拼了命才打回来的7座城，凭什么？就这么拱手让人？俺不服！完了，10万重甲，没有援军，咱们这就是一座孤岛，死路一条。这帮古代的键盘侠，遇到事儿就知道拔网线。既然总部不给服务器支持，那咱们这外包团队今天正式宣布独立运营。赵烈，你要干什么？就凭我们去阻拦铁弹部铁骑，那是独木难支。不等了，我们打！肖总，谁告诉你，我们这几千人是要去打赢他们的？不打赢，那你……我要打残他们，我要利用边关地形，给他们做一套深度物理理苗。我要让他们3、5年内
只要一听到大梁的名字，就全军害怕，一步都不敢踏进南方的土地。通知全部兄弟，拒绝弃城保平安。今天咱们不防御了，跟我出去，给这帮重甲怪上一课，什么叫特种定向爆破！前面的铁蛋部老铁，中午好啊！你们这阵容挺豪华呀。全员重甲高防御，就是移速有点慢。我一个底层安保队长，今天居然要承接10万人的大型物理超度工程，惊不惊喜？意不意外？大梁的蝼蚁，死到临头还敢虚张声势！全军听令，碾碎他们，一个不留！兄弟们，把他们带进咱们的 VIP 包厢。端王！别急着塔，这只是前菜，给你们尝尝大梁特产的盲盒炸弹。刘三，上大制操！今天让这帮铁王八体验一下什么叫全自动桑拿房。放火油，往下倒！冲出去！冲出去！杀光他们！大个子，撑住啊！退一步！队长和兄弟们全完了！俺不退，俺的现在是队长给的，俺要对得起那10两金子。石墩，撤！老子命令你撤！队长，俺这前排扛伤扛够了吧？下辈子还跟着你，听见我？你们不该动我的人，今日此谷诸神黄昏，所有人一个活口都不留！赵烈。峡谷之战，铁腰部折损近2万前锋，但敌军还有8万主力，我们这点人塞牙缝都不够，必须退回凉州死守。死守？弟兄们为了守住关口，把命都填进去了。现在你让我退回凉州当缩头乌龟？那你想怎样？正面迎战8万人，那是送死。铁木真仗着人多势众，那我就亲自去打营。给他办个 VIP 1对1物理退网手续。队长，算我一个，我要给大个子报仇。带你可以，但记住，
特种兵的复仇不是去送人头，是让对面连怎么死的都不知道。萧远，你在外围造势，给我放10分钟的烟雾弹。10分钟后，我让铁围部全军放假。队长，大帐外100名禁卫密不透风，怎么潜进去？哼，只要把看到我们的人全都放倒。滴血，有毒气，我的眼睛看不见了。保安系统已瘫痪，走，咱们去见见这位百级大 BOSS。大梁的虫子，我要把凉州城夷为平地。不用去凉州了，我亲自来找你。你到底是个什么怪物？我是你这辈子都不该惹的人。铁木真，带着你的人，立刻滚回漠北老家去。你以为你能活着出去？大军也能淹死你？你可以试试，但在那之前你会先粉身碎骨。退兵，全军退兵，撤回大漠。父皇英明，放弃边关7城，乃是为我大梁降本增效。那赵烈不过是个戴罪之人，面对铁弹部10万重甲，此刻估计连骨灰都已经被扬到大漠里去了。这笔账，咱们算是彻底奏效了。报！800里加急大捷，凉州大捷！百人长赵烈率500去送夜袭铁牙部大营，生擒敌部大汗，10万铁骑全线崩溃，已退出边关300里外，关7城全境光复。你说什么？500人打垮了10万人，还生擒了敌部大汗，这消息假的也太离谱了！残兵降服10万铁骑，此子战力超模，若不控制，边关必将易主。传旨，封赵烈为征北大将军，即刻交出边关兵权，回京受赏。违令者按谋逆论处。家人们，大梁总部要咱们撤资跑路，结果咱们不仅没跑，还反向收购了10万铁骑的全部资产。今天，大梁安保从司正式上市，时刻到了。陈瞎子，听力好是吧？去金库里听声音，挑银票，抓多少算多少。阿九，你这把匕首砍卷了，去战利品堆里挑10把云铁弯刀。战死的兄弟，每家发安家费5000两纯金。老子要让他们家人在京城买2环的4合院。我刚截获了京城飞鸽传书，钦差大臣已经快到城门口了，带的是明升暗降的圣旨，想用一个空头将军的头衔换你手里的军权。这波卸磨杀驴，你准备怎么接？卸磨杀驴，那也得看看他们这口沫承不承受得住我这头赛博坦级别的猛驴。阿九，把城门口的物理安检驿打开，咱们去迎钦差。赵烈接旨，尔抵御外关有功，特封为征北大将军，即刻交出边关7城兵符，随本官回京受封。边关防务由本官带来的御林军
全面接管。赵将军，恭喜呀！哼，从囚犯一跃成为从一品大权，这泼天的富贵，你可得接稳了。快把兵符交出来吧，别让皇上等急了。哎呀，钦差大人，您可算来了！这破边关，我是一天都不想待了。兵符就在这儿，赶紧拿走。算你识相，看来你还懂得雷霆雨露皆是君恩的道理。大人请看，边关7城修缮费300万两，战死兄弟抚恤金500万两，10万铁弹部降兵遣散费200万两，还有我这2万弟兄连续加班的精神损失费和夜班津贴。抹个零，成会1500万两雪花银，现款现交，不支持分期。你敲诈！大梁国库1年税收才多少？你这是勒索朝廷！大人，话不能乱说，这可是实打实的坏账。既然您拿了兵符，那您就是新的法人站长，催债的就在后面呢。我不要了，我不接管了。赵爷爷，您继续镇守，这兵符是您的。回去告诉皇上，我赵烈不造反，但我也不当朝廷的提线木偶。从今天起，镇北关实行离岸豁免权。北边的草原，老子要去给他们搞全景绿化；南边的朝堂，谁敢再来指手画脚，我这安保集团随时提供物理清盘的上门服务。都没吃饭吗？赵总说了，今天这段墙的 KPI 完不成，晚上全军没有肉夹馍吃。二组的那个混凝土的配比不对，给老子加水，快点儿，动作快！赵总，你留着这几万最凶悍的铁骑不杀，就是为了让他们来修城墙。肖总，格局打开，这叫搀扶劳动力重组，与灾后重建 B2 右臂外包。哼，他们把我的门砸了，留下来打回还债，不是天经地义吗？前赴姿态。古道西风夕阳斜下，便在烽烟烧。想当年，我和队长带着5个人，那可是万军从中过。几个破竹筒加上动物油脂，轰的一声，白狼部8000人的粮草营瞬间变成了全自动露天烧烤摊。这就叫物理学降维打击。北边的蒙古包，老子去查查账。兄弟们，带上算盘和账本。